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日本首富孙正义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他不只很有钱，而且眼光也非常精准，在商业世界里可以说是站在顶端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又成功的人，却又特别佩服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被很多人称为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那稻盛和夫到底有多厉害？他在27岁的时候创办了金池公司，从一间不大的公司开始，慢慢一路做到世界级企业。这个过程只花了短短10年，就把原本不起眼的小公司带进了世界500强。如果这个故事只停在这里，其实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可是更让人佩服的是，到了50多岁的时候，他又踏进了一个自己原本完全不熟的领域，那就是电信业。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可能会想着守成，觉得人生差不多就这样了。可是稻盛和夫没有，他还亲手创办了日本第2家电信公司，最后一样把它做到世界级规模。你想想看，一个人能成功一次已经很不简单了，可他却连续做成了2次。不过最特别的地方还在后面。这样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后来竟然选择放下这一切，出家修行。他没有继续留在名利场，也没有一直往更高的位置去冲，反而穿上草鞋，过着非常简单平静的生活。很多人以为像他这样的人，人生大概也就慢慢的淡出了吧。直到后来，日本航空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几乎快撑不下去了。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挽救这家航空公司，特地请稻盛和夫重新出山，希望他能够接手把日航救回来。很多人那时候都很好奇，一个已经离开商界的人了，真的还有办法处理这么大的烂摊子吗？结果让人很意外的是，就在稻盛和夫接手1年多以后，日航竟然真的开始转亏为盈，而且重新回到了世界500强的行列。也正因为如此，稻盛和夫说出来的很多话，才会让人特别想停下来想一想。因为这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单纯讲道理而已，而是一个真正走过穷、走过富，也看过无数人起落的人，最后留下来的观察。他曾经在一次访谈里面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越穷的人往往越大方。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有点不懂，甚至很多问号，会觉得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奇怪？因为一般人的直觉会认为，越穷的人不是应该越小心吗？怎么反而会被说大方呢？但其实稻盛和夫讲的不是在说表面上的大方，不是说谁比较常请客，也不是说谁比较重感情。他讲的是，很多人在一些很重要的地方常常放得太松了，而这种松最后就会慢慢把一个人的生活面往下拉。那么稻盛和夫所说的这种大方到底是出现在哪些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对时间上很大方。很多人其实对时间的敏感度很差，应该说根本没有想过时间也是一种资源。周末空下来就整天打游戏，晚上下班回家躺着滑手机追剧发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当下会觉得很舒服，也会觉得这只是放松一下啊。可是很多人没有发现的是，时间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流掉的，它不会提醒你，也不会等你准备好。等你真的回头看的时候，可能几个月、几年都已经过去了。而很多真正有成绩的人，其实不一定比别人更聪明，他们只是比较知道空下来的那段时间可以怎么去运用。当很多人把时间拿去消费的时候，他们却把握空闲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准备，等着机会来的那一天，他们就会比别人更有底气去承接住这个机会。这里讲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有些人去市场买东西，很喜欢花很多时间杀价，能便宜一点心里就很开心。可是富人则不会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不是因为他不在意钱，不是因为他不喜欢钱，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为了省下一点点，结果浪费更多时间，那反而不划算。因为那段时间可以拿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遇到事情在思维上，他就跟普通人不一样了。反而穷人很多时候看起来像在省钱，但实际上呢，却常常是用时间去换一点点眼前的小便宜，而损失的人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时间。
对富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甚至可以夸张的说，时间大于金钱。如果可以，他们甚至愿意花费巨额买回宝贵的时间。就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注定了一个人永远是穷人，而另一个人将会越来越富有。第二个就是花钱上很大方。这件事其实在现实生活里特别常见。你有没有一些朋友明明收入没有很高，可是花起钱却很海派，而越有钱的人却往往越抠门。近年生活环境变好了，生活水平提高，很多小孩从小就不愁吃穿，造成从小价值观出现偏差，觉得生活品质就是维持在这个水平。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有些人很喜欢炫耀生活，不是因为他真的过得有多好，而是希望透过这种方式提升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很多时候这种花钱花的不是需求，而是面子，因为心里总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只要生活看起来体面一点，就比较不容易被别人看不起。但这样做短时间可能会得到一些羡慕，长时间却常常会把自己压得更喘不过气，因为你花出去的钱不只是手上的钱，而是你本来可以慢慢累积的财富。很多人每次只要收入多一点，就会想把生活升级一点，可是这种做法最后常常会变成收入虽然有增加，但压力也一起变大。每个月及时行乐，然后月底再为月初的海派买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不要说成为富人了，可能连生病请个假压力都很大。而那些真的慢慢变有钱的人，通常在还没有变强之前都比较知道克制。他们不是不想过好日子，而是他们知道真正的改变不是先让别人觉得你好像过得不错，而是先让自己的生活一步一步稳下来。第三个就是在言论上很大方。这种大方很多人其实天天都在做，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有些人很喜欢聊八卦，也很喜欢聊大事，今天谁怎么了，哪个名人发生什么事，哪个有钱人又做了什么决定，讲起来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去跟他评论一点。但问题是，这些事情很多根本跟自己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很多其实就像娱乐八卦一样，都是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有些人自己的口袋里钱没有多少，可是每天最关心的却是富豪家里的家事。他对别人的人生很有兴趣，很有想法，甚至能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方向啊，都成了问题，也没有心思去做整理。这种感觉就像把大量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碰不到也改变不了的事情上，看起来好像很关心这个世界，其实也只是让自己忙着凑热闹而已。真正能改变未来的，往往不是你知道多少别人的事，而是你有没有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身上。因为只有那些和自己有关的事，而且是自己能处理的事情，才会真的一点一点改变自己的人生。第四个就是在放弃上很大方，这一点最值得留意。很多人不是没有尝试过努力，也不是完全不想改变，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是3分钟热度，看到别人成功，自己也很想开始，可能想学一项技能，想养成一个习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可是做了几天，做了一阵子，如果没有很快看到结果，心里就会开始动摇，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理由跟借口让自己马上妥协，然后就会慢慢的停下来。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很多人一定都听过，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醒来走原路。这句话讲的真的很贴切，因为很多人确实是这样，想的时候很有画面，很有冲劲，说的时候也很有决心，可是一回到现实，就又走回原本的老样子。这里讲一个例子，像阅读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听过书中自有黄金屋，知道阅读是好事，也听过很多方法，比如一天只看1页就好，可是就是做不到几天，就会开始觉得疲惫懒散，于是就停了。但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本来就很少会立刻看到成果，现在短影片的盛行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很多街头访谈大老板的影片总会谈到几岁就创业，几岁就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这种刺激性的访谈我觉得并不是不好，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健康的心态去吸收他想表达的真正含义，反而导致很多人的心态都想要速成的结果论，结果反而什么事情都很难持之以恒。
而往往大多数的成功，它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而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而是因为他们撑过了那段最普通、最无聊，也最看不到成果的时候。所以越容易放弃的人，往往也越难真正累积出什么。说到这里，你可能就会比较理解说，为什么稻盛和夫会说越穷的人往往越大方。这也是我之前影片里分享过的反向思维。我们要习惯去思考每句话背后真正的含义。这句话大家应该很常听到，时间是每个人最公平的资源，我们每天拥有的时间其实都是一样的。然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你想怎么做，你愿意怎么做，长期下来就会创造未来的你。简单举个例，我每天读2页书，1年之后至少也是看过2本书了。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很多大事情就是由这样的小事情日积月累慢慢堆出来的。回到稻盛和夫说的这4种大方里，你自己最有感的是哪一个？是时间？是花钱？是言论？还是放弃？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也对这些思维有兴趣，记得订阅频道小酒南南。这个频道会分享一些富人的故事，以及他们看待财富的方式。因为在财富的世界里，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收入，而是思维。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打开小铃铛。这里是小酒南南，我们一起慢慢成长。拜拜。